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我的头发该如何做修剪。那这一次我邀请了我的发型师来分享我的头发该如何做修剪的技巧，教给大家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肯尼。世界冠军，2021年染发世界冠军这里。通常我们在剪男生头的时候，不管是韩系或日系，我们现在要找到他对的位置。所谓对的位置，就是他的头角在哪边，跟他的枕骨区，还有他的脸型。看完大概知道我会用2分区的手法去做裁切。那我们就进行分区。好，我们现在分区完了，然后我们在头角的上方大概0.5的部分去做分区，在它的顶部点跟在枕骨区的中间这个点画一个为 U 型。整体来说，它就是分2分区，就可以完成今天的裁剪的方式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裁切。角度啊，我们一样都是垂直分线，随头型分出90度的角度去做裁切，只是往头皮的部分做一个斜度的往内剪一个高层次，深点剪。好，剪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已经有一个蓬度，你的长度是不会动到的，然后它会变比较轻盈的感觉。我们用放射的分线去做裁切，那放射的话，通常我们就是往前这样梳，很自然的，它放射线就会跑出来了。所以他们裁第2片，因为你的第1片已经把导线2个点都剪出来了，所以基本上你只要看着导线顺着剪过去就可以了。然后角度一定都要在90度做斜切面的裁切，建议都用深点剪去做，因为日系的话，它强调是线条，所以你的切口尽量是柔和的方式去做会比较好看。我们在后头部剪大概2区之后，靠近耳朵后面这一区，它的角度可能会需要再抬高一点，因为我们的发际线的位置，它这边会是往上的一个转折处。所以你如果没有抬高的话，有时候你剪完之后，这一区反而是很重的，所以你需要抬高。正常来说90度在这个位置，你可能要再往上提高一点，然后去做裁切。然后你可以剪完，稍微用手指去捏它，如果它有轻盈的感觉，它自然就会飞起来了。这样的效果就代表你剪的是对的。然后我们剪到耳朵这个位置，基本上都是垂直，然后顺着剪过去就可以了。像这一撮啊，如果一般客人的额头比较高，或是他这边头型的部分，他这边会有凹陷，颧骨比较高的话，这一区你可以稍微往后带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刚刚都是顺着剪嘛，顺着头型剪过去。如果这一区特别的明显，你这一区你可以稍微往后带一点点，角度一样，只是稍微发片帮我往后带一点点，它可以保留一点点的长度跟厚度在它的太阳穴的位置。好，那现在是我们已经剪完半边的线条跟层次了，所以你会发现还没有打薄的状况下，它已经有呈现出一些线条跟轻盈的感觉，就不会像另外一边这边就还没有剪，它会比较厚，然后你怎么捏，它其实很容易就垮下去。像这边随便捏，它都会有一些线条。那我现在就会把另外一边先剪完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顶部区要怎么裁剪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把上区顶部区的头发放下来，我觉得它这一块的长度有稍微长了一些，所以我需要帮它提拉到这边的角度，让它头型看起来比较饱满。我们如何判断它适合的蓬度在哪里？其实很简单，先看它的下巴在哪里，像它下巴在这里对上来，然后这样斜面上来过来，你就会知道你的蓬度就是在这个位置。这样的蓬度的话，是适合你的脖子的长度跟脸型的宽度，是最自然也是最安全的方式。这个方式你们可以自己去试看看。OK， 那我们先把头顶放下来之后，我就会先做一个长度的设定。那我个人习惯还是都会先把前区的位置先分出来，因为我要很明确知道我现在在剪哪一区，所以我不想要被其他区干扰。那我们后区的话，我会先再分个2区，因为它头发比较厚也比较长，所以我想要让它很明确的看到我的导线。你可以先去看你一开始剪的那个下层的长度最短的位置在哪里，因为你还是要可以微微的把那个短的地方盖下来。像我的长度最下面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这个落点盖下来，其实大概剪1指的宽度就差不多了。你可以用平行的方式剪导线，然后也可以用深点剪，
或微点剪剪都可以。然后一样再剪这边，先把多余的长度先剪掉。长度设定完之后，好，我们把上区再放下来，一样把上区的长度跟下面做连接。我们先不剪层次，我们先把长度先设定完。那现在剪侧边，那侧边的话一样，跟后区的导线做连接，剪过去就可以了。剪完了后部区跟侧面的长度之后，我会先设定刘海的长度。刘海的部分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导线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只要顺着这个导线剪过去就可以了。它的形状的话，其实前面会有一点微微的平整圆弧形，这样你在拨的话，它才会有松的感觉，然后会比较自然，不会说每次吹完都会有一个角，然后会很重。角度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以不碰到他的脸为主就好了，不用太高，因为额头的关系，所以这边的角度通常不会提太高，不然会太薄。看到刚刚的导线，然后不要碰到皮肤，那我们就点剪。这大概几秒钟就剪完了，就只是修饰而已。好，现在最后我们要剪顶部的层次。如果你想要旁边的厚度不要太薄，你可以直接做方形，剪掉去角。就可以完成顶部的层次跟线条。好，那我们就剪上面的方形。然后方形的话，我通常会在中间先做一片，当我的基准点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导线，这是我们一开始设定的长度，所以这个是不能剪到的。然后来剪的话，我会习惯手会抬比较开一点，因为你的方会做的比较明确一点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剪掉的。但剪的话，建议真的不要平剪，因为平剪的话，剪完放下来会真的太硬，所以一般我都用点剪，会比较好。好，剪完第一片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就已经产生有松的感觉了。顶部区的话会有一些线条，然后这边会产生一些不规则的蓬松感。后部区的导线已经设定完了，我们只要顺着头型，这就是我们的导线。然后这边是我们不能剪到的位置，我们只要去掉这个角就可以了。后部区我都会直接一次就是往上剪就可以了，因为后区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头发，所以可以直接这样一次性的直接往上做一个方形，就可以去除完成。前区的话，这一块关系到刘海的厚度，所以一样我们做方形，才可以保留一点点厚度在尾巴，然后头顶会有一些线条跟蓬度。我一样从中心线先做一个方形，这边就是我们前区的导线，把多的剪掉就可以了。但千万记得一定不要剪平的，一定要剪深点剪，它的切口比较柔和。然后突然剪完中心线这一片之后，我就会稍微拨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的松度跟线条是不是你要的。只要你头发刘海往后拨的时候，它不会一直往前跑，就代表这个层次是对的，也是轻盈的，是我们想要的感觉，这样就 OK。中心线只要剪完之后，我们全部的头发往中间靠拢，去掉那个角就完成了。顶部的层次其实蛮快的，你只要确定好位置，可以大把一次就剪到，剪掉那个角就完成。我们等一下剪完顶部的层次之后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先吹干，用离子夹做一些造型，教大家怎么做一些日系的感觉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剪完所有的长度跟层次了，现在是吹干完的效果。那你可以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剪完整体的架构都出来了，所以其实只要做一些局部的尾巴的打薄修饰，这一款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我的习惯的话，我会用打薄刀去做裁切，一样我会先分上层跟下层。然后像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空间感还是可以再多一点，那我就会抬高90度的角度，然后切口我会用深点剪的打薄方式去做裁切，由下往上打，然后打在头发长度的1/3处就可以了。除非它头发真的很多，你可以再打到将近2/3。对，然后每打有一片之后，你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柔和感是不是你要的，角度提高90度，然后做深入点剪式的打薄。后区的最关键是在这一区，因为这一区都是头发最容易累积重量的部分，所以这一区我会打比较多，我可能会打到头发的一半，一样深点剪的方式去打。好，然后打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空间感会更明确、更明显。上区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想要让它制造有点凌乱感、松软的效果，所以我会用直立扭转。然后做尾巴的打薄，透过扭转的话，它打完的效果会比较不规则，然后头发会比较容易有线条，更明显，所以你在抓的话会比较好抓。直立的梳出来，然后之后扭转大概2圈，然后打2下或到3下，
就可以了。打薄的话技巧就是这样的方式，等一下我们会完成完之后再做造型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已经剪完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变得非常的轻盈而且蓬松。换我来做最后的重点讲解。今天肯尼它分了上下2个区域，下区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做裁剪的？90度。那上部区是剪一个方形的角度。对。然后再来打薄的话，也是上下2区。大家记得哦，下摆这边比较厚啊，是有特地调掉的。那顶部它用螺旋的方式去做修剪，这就是我们发型师在做修剪的一些技巧，分享给大家。你学会了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大家喜欢我今天这样的发型吗？如果对今天影片内容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请肯尼上来回复啦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一个喜欢，这边附上 IGFB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